2020年7月13日，美国传来了轰动全美的消息，被称为华裔女赌神的职业扑克牌选手赵苏西被发现死在了一片荒郊野地里。她全身95%的皮肤被烧成了焦炭，她是被活活烧死的。她的双手被反绑在身后，生前还遭遇到了惨无人道的侵犯。赵苏西19岁的时候首次登上了世界级的牌桌，然后呢，他就大杀四方，只要坐在他的牌桌上，对面的人只有掏钱的份儿。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呢，公开获得了奖金超过了22万美金。2012年世界系扑克牌比赛当中排名前90名。他最擅长的就是计算概率和分析对手的心理。而就是这样的一个女赌神，在死前的前一天，却和一个身无分文、连房费都付不起的60岁老头频繁的联系，而对方呢，是一个前科累累的危险分子。一个在牌桌上面能够把对方的心理算到骨子里的这么样一个女人，怎么会栽在这样一个社会底层的老混混的手里呢？在她死前的最后几个小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大家好，我是海岩，下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案件。2020年的7月13日，美国密西根州庞蒂亚克湖公园，清晨的薄雾还没有完全散开，两名背包客在一片偏僻的停车场的附近散步，突然之间，脚下被落叶堆里的一个什么东西给绊了一下，两个人低头一看，是一团黑乎乎的人形模样的物品蜷曲在地上。他们一开始呢，还以为是谁扔掉的塑料模特，可凑近仔细那么一看呀，那根本就不是什么塑料模特，而是一个人，全身都被烧得皮肉焦黑，面目全非啊！这个空气当中呢，还弥漫着一股汽油和焦肉混合的那种怪味儿。两个人吓得腿都发软了，费力的退开了几步，马上就拨打了报警电话。警方赶到现场之后，迅速的封锁了现场，连那些干了20多年的老刑警看到这具遗体的时候，都忍不住偏过头去干呕呀。死者的全身超过95%的皮肤都被严重的烧伤了，面目全非啊！空气当中弥漫着尚未完全消散的汽油味儿。后来呢，经过检测确认助燃剂是91号的汽油。更让人头皮发麻的是，法医的初步鉴定，死者的双手呢被一根塑料扎带反绑在身后，这种扎带呢是越挣扎越紧，你越想挣脱，它就越往骨头里面勒得越深。因为死者的背面是紧贴着地面，手掌和手指相对保留了完好的皮肤，警方呢就顺利提取到了指纹，很快就确认了身份。受害者名字叫赵苏西，33岁，是一个美籍华裔。随后的尸检报告让整个警局陷入了死寂。死者生前遭遇到了极其残忍的暴力侵犯，下体有被拳头大的物体重击的痕迹，并且呢有着严重的撕裂伤。法医在他的体内提取到了男性的 DNA， 而最让人不寒而栗的是，他的呼吸道和肺里面残留着大量的烟灰。这就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他不是在死后被焚尸灭迹的，他是在还有意识还有呼吸的时候被人浇上了汽油，眼睁睁地看着火苗窜上了自己的身体，然后在凄厉的惨叫和痛苦的翻滚当中被活活烧死的。案件非常的恶劣，为了能够尽快的抓到凶手呢，警方就公布了受害者的身份。而随着苏西职业背景的曝光，整个美国的扑克界炸开了锅。她不是普通人，她是洛杉矶和拉斯维加斯赫赫有名的华裔女赌神。赵苏西1987年6月9日出生于中国北京，父亲和母亲呢都是成功的商人。1995年8岁的苏西呢随着家人移民到了美国的密西根州。他从小衣食无忧，父亲信奉的是快乐教育对他的几乎是不加约束，而这种自由呢，就恰恰释放了他恐怖的数学天赋。他对数字有着过目不忘的记忆力，逻辑思维能力在同龄人当中可以说是鹤立鸡群。高中毕业之后的暑假，18岁的苏西第一次走进了赌场。2天的时间就让本金翻倍，他意识到自己有着异于常人的心算能力和对概率的直觉，在牌桌上呢就是一台活生生的印钞机啊。高中毕业之后呢，他先是进入了社区大学学习数学，随后呢又转入了全美顶尖的西北大学来攻读心理学学位。数学加上心理学，这两样东西捏在一起放在牌桌上呢，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坐在他的对面的那一刻，你还没有开口，他就已经通过你的瞳孔放大的幅度和手部肌肉的颤抖频率知道了你的想法。大学毕业之后呢，苏西没有像其他同学一样去投简历，而是搬到了洛杉矶，正式成为了一名职业的扑克牌选手。
2012年25岁的他在世界扑克牌系列比赛当中呢，沉着冷静，思路清晰，一路杀到了前90名，单场的盈利超过了7.3万美元。媒体为他制作了专题报道，女赌神苏西的名号从此响彻赌坛。此后的数年当中呢，他每年都能在国际大赛当中斩获颇丰，官方比赛当中累计奖金超过了22万美元。网络上更有传言，他曾经在一次地下的高额赌局当中，单局就赢下了400万美金。但是扑克牌这个游戏，赢的时候你就是神，但是输的时候你就连乞丐都不如。苏西呢，他赢钱赢得快，花钱也花得更快，他从来都不攒钱，赢来的钱呢，转眼就压进了下一场更大的赌局。2020年疫情爆发，赌场关闭，赛事停摆，他的收入被一刀切断，存款迅速的就见底了，连洛杉矶酒店的房租他都付不起了。2020年6月，33岁的苏西不得不离开打拼了10几年的洛杉矶，灰溜溜的搬回了密歇根州与母亲同住。他对朋友解释说，自己面临着个人挑战，需要放一个小长假。可是谁都没有想到，这么一个小长假就成为了他人生的倒计时。因为苏西经常在赌桌上赢钱，警察起初呢是怀疑是仇杀，但是很快就排除了这个可能性。疫情以来呢，他根本就没有摸过牌，没有赢过任何人的钱，更何况他在洛杉矶混了10年都没有事情，怎么一回到老家就出事了呢？办案人员呢调取了苏西的手机通话记录，一个号码引起了警方的注意。7月12日当天呢，两个人通话多达8次，机主的身份很快就被锁定了。这个人叫做杰弗里·伯纳德·莫里斯，60岁啊，是一个白人男性无业游民。他的犯罪记录呢是相当多的。1989年因为入室性侵一名少女被判入狱，出狱之后呢，多次因为暴力犯罪重返监狱。案发时呢，正处于诈骗罪的缓刑期。手机的基站定位显示，7月12日晚上8点05分，莫里斯呢驾车来到了苏西母亲的住所，把她给接走了。8点30分，两个人一起去了一个朋友的家里。苏西向朋友借了一些现金，他当时已经穷到需要借钱去开房了。晚上9点的时候呢，两人抵达了舍伍德汽车旅馆。莫里斯呢用苏西借来的钱办理了入住。旅馆的老板娘呢后来向警方作证，她看到苏西当时就坐在莫里斯停在门口的车里。当晚9点20分，监控拍到了两个人一起走出了旅馆。10分钟之后，提着一瓶威士忌回到了房间里。深夜11点40分，莫里斯独自离开了旅馆，走进了附近一家24小时的便利店。便利店的监控清清楚楚地拍下了他偷了一包扎带和一瓶凡士林乳液。而苏西的遗体被发现的时候呢，双手正是被这种扎带死死地锁住的。7月13日凌晨5点10分，两个人的手机信号呢同时离开了汽车旅馆，移动到了庞蒂亚克湖休闲区的一个停车场里，并在那里呢停留了整整7分钟的时间。监控画面显示，凌晨5点17分左右，莫里斯独自驾车离开，驶向了一片森林小屋的方向，而苏西的手机信号呢就永远停留在了那片停车场里。案发后第18天，7月30日，密歇根州高速巡警呢在275号洲际公路上截停了莫里斯的车，在他的后备箱里，警方找到了3件沾满血迹的物证，一条床单、一根鞋子以及一根棒球棍。DNA 检测结果显示这些东西上面的血迹都是属于赵苏西的。面对着铁证，莫里斯这个老小子呢，开始了拙劣的表演。他先是谎称两个人是情人关系，然后他说这个苏西午夜的时候就独自离开了。被手机基站的数据当场戳穿之后呢，他又改口了。他说呢，他们是出老千的搭档。对于莫里斯的说法呢，警方是一个字都不相信，因为世界级的扑克比赛有多台摄像机怼脸拍摄着比赛选手，再加上资深的裁判，根本就不可能出老千。而且呢，一位闯入了前90名的职业扑克选手，为什么要找一个连房费都付不起的前科犯来做搭档呢？谎言一个一个的被戳破之后呢，莫里斯眼看着这个说谎没用就直接闭上了嘴，什么都不愿意说了。虽然莫里斯拒不交代作案的整个过程，但是警方呢通过所有的间接证据拼凑出了那个骇人听闻的夜晚。苏西在汽车旅馆里面毫无防备的被莫里斯所控制，
他用刚偷来的扎带将他的双手反绑在身后，强行将他塞进了车里。在开往停车场的路上，莫里斯就已经对他实施了伤害。那条染血的床单证明舒西在离开旅馆之前就已经流血受伤了。凌晨5点10分，车停在了那片荒无人烟的湖边停车场里。接下来的7分钟内呢，莫里斯用球棒猛击他的下体，实施了极其残忍的侵犯。苏西的身上没有任何的防御性伤痕，这说明他要么是被威胁到不敢反抗，要么他就是根本就无力反抗。做完这一切之后呢，莫里斯从车里拿出了此前在加油站里加满的91号汽油罐，他拧开了盖子，将冰凉的液体从头到脚的浇满了苏西的全身。当时苏西还活着，甚至呢还有意识，他可能在哭着求饶，也可能呢还在用最后一丝力气试图挪动着自己的身体。但是莫里斯没有给他任何的机会，打火机擦亮的瞬间，火苗轰地窜了起来，吞噬了一切。苏西呢在火中拼命的挣扎。7分钟之后，火灭了。莫里斯清理了车上的部分血迹，驾车逃进了森林小屋。而那个曾经在赌桌上笑傲群雄的女赌神，变成了一具蜷曲在焦土上的黑色残骸。到这里呢，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弄清楚那就是为什么一个精于察言观色的职业牌手会对一个危险的前科犯毫无防备呢？两个人是如何认识的呢？警方带着这个问题深挖下去，挖出了一个令人心碎的事实：舒西患有精神分裂症。法医在他的体内检测出了治疗精神分裂的药物成分，他的好友米歇尔在采访当中也曾经说过这一点。就在案发前一周，米歇尔带着自己的女儿去接苏西来过周末，发现呢，她住在一个阴暗破旧的汽车旅馆里面，整个人的脸色蜡黄，眼神空洞，看起来就像吸了毒一样。上了车之后呢，在路上苏西突然发疯似的乱调收音机，音量忽小忽大，举止十分的怪异，把米歇尔3岁的女儿都给吓哭了。米歇尔呢，当时以为他嗑了药，只能让他提前下车。直到案发之后呢，他才知道那是精神分裂症的发作的症状。没有人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开始生病的。苏西从2017年之后就再也没有参加过比赛，可能就从那时起他就已经生病了。或许是常年高压的赌局摧毁了他的神经，又或许呢是外表光鲜下早已经孤独到无人可倾诉。但可以肯定的是呢，苏西病得非常的严重，而且他一直瞒着所有人，他不断的逃离家人和朋友，一个人窝在各种偏僻的汽车旅馆里面。而就在那里呢，他遇见了无家可归的莫里斯。警方后来在莫里斯的手机里查出了超过2000张亚洲女性被虐待的色情图片，以及大量的关于绑架、殴打亚洲女孩的搜索记录。莫里斯的心理画像很清楚，他就是一个对亚裔女性有着病态暴力幻想的掠食者。而当时精神脆弱的苏西呢，失去了判断力和警惕性，就这样呢，他成为了莫里斯的猎物。2022年10月7日，密歇根州法庭开庭审理的此案，检方提交了证据链包括血迹、DNA、监控、手机信号等等等等。陪审团仅用了1个小时就达成了有罪判决。因为密歇根州没有死刑，法官判处莫里斯终身监禁，不得假释。而莫里斯自始至终没有一点的悔意，他的表情非常的平静。苏西在扑克比赛当中呢，总共赢了22万美元的奖金，但是去掉停赛的时间，平均每年可以赚2万美元。可能是来钱比较容易吧，他并没有存钱的习惯，最后没钱了，还得回到母亲那里，需要母亲的帮助。而且呢，因为常年参与赌局，可能这个赌局的压力很大吧，最终导致了精神分裂症。所谓的女赌神赚钱也并不容易，真实生活当中呢，也没有像影视剧里的赌神那样的潇洒。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不用羡慕什么所谓的赌神，所谓10赌9输，远离赌博，珍爱生命。好了，今天呢就到这里了，感谢收看，别忘点赞、关注、转发。这里是海岩说案，我们下期再见，拜拜。